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5号星期四，天还没有完全亮，现在天亮的越来越晚了。看，这是那条坏了的背心儿，粘好了。经过小伙伴提醒，我才发现，这2年 Nike 的这种竞速背心儿，在肩膀的这个粘胶处额外补了缝合线。可能也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，因为比赛的时候这号码布别在这儿，这个摆臂的时候是有可能会兜一下的，尤其是刚开跑的时候，因为你那时候还不习惯有号码布，跑一会儿就习惯了，手自然就能躲开它。今天就正常训练，第2个训练日，今天跟大家聊聊我下边的比赛，还有现在的状态，整个这个赛季，甚至包括明年的赛季，好吗？今天在大本城跑，行，那咱一会儿聊啊，加油干！首先是这个月底的北京马拉松，这个月底的北京马拉松跑不了，因为确实回不去，就太仓促了。我说过好多次我的观点，一个比赛想要成为国家级别的，甚至世界级别的，那确实得早一点启动报名，早一点公布时间，或者说早一点确定时间吧。当然了，具体的原因那肯定我想不到那么多，但是提前1个月报名，然后抽签儿准备，感觉不在北京生活的小伙伴都挺艰难的。你可能出抽签结果以后，只有3周或者2周安排行程，而且虽然比赛是周末，但是我估计大部分小伙伴可能都是要请假的，对吧？然后我这儿的工作呢，确实是挺忙的，因为在这边刚开始不到1年，确实是走不开，所以我也没有去当那个分母。我是不能直通的，你们知道，北京的直通要在北京跑到2小时45，那天差了4秒。但是很多小伙伴应该都能直通吧。然后国内的比赛，像上海、广州也都没报名，因为这段时间要密切的在忙这边的工作。所以挺遗憾的，就是北京我还是挺喜欢的，就这个赛道和比赛，明年再说。下一场就是10天之后的东京半程马拉松，是周日上午9点50才起跑。它前面好像是日本本地的锦标赛，是要争名次的那种。我不是太懂，你别看我跑了这么多年步，但是我对各种比赛呀什么的了解的不多。有懂的小伙伴可以弹幕一波。从体育场出发，它的那个国立体育场，再跑回去。出发是下坡，回去最后是上坡。不知道气温怎么样，因为9点50才起跑，跑完中午了。不过前2天拿了一个1小时20以内的成绩，就踏实了。现在我觉得通过上次的比赛，半马这种强度，我想要 PB 真的是有难度了，因为目前的最好成绩是2年多前了，半马就得是从头拼到尾，而且2年多前那天，北京的半马是气候特别合适的时候。
其实每年北京的那场半马，气温是最合适的，只要不赶上大风。然后赛道呢也还可以，只有一开始几公里走2环，有上下坡，但是那个坡跟这边比，那就不叫坡。北京真的很平很平的。10天后的东京，我们是周6的上午坐车去东京，到了以后直接去领东西，领完东西住下，周日上午比赛，比完赛就直接回来了。周日下午这边还有事儿呢。然后紧接着就是11月5号的电川河有一场本地的小马拉松，是全程马拉松。那场马拉松当初报名的时候是想跑成绩的，但是看了起伏和路线，本地的认识这些小伙伴也跟我说，那个比赛不太能跑成绩，因为都是那种就是河边的那种土路，起伏也大，然后也没有树荫，几乎。那场目现在的节奏就是打算以赛代练了，正好没有跑过土路的马拉松。之后，目前今年就没有确定的比赛了，很有可能会找一场练习赛放在12月，就是这边周末有好多练习赛，从5公里到全程都有，就是有补给的。然后这样今年就结束了。之后明年有一场大阪的半程马拉松，是在春节之前，应该跑完那场就回北京。1月20多号，那一场比较有意思。那一场是大阪的女子马拉松，是一个竞技性的锦标赛。然后男子呢只有半程，也是要求比较严格，连有线的耳机都不让戴，就是纯比赛那种。那场的天气应该是很不错的，1月底的这边应该和1月底的上海整个的气温湿度都差不多。之后就是春节会回北京，这个11都没有回，应该春节之前都回不去。春节回北京咱们来个2环。春节回北京住城里，不住昌平区，所以早晨还跑故宫、长安街。然后看目前的工作安排，春节之后应该还会回来一段时间。而且还有一个消息是，我作为这儿的，就是在这儿有长期签证的这种，他就算是居民，大阪市的居民，然后报名了明年的大阪马拉松。大阪马拉松比官方报名提前1天。前面石川先生跑过来了。石川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然后就比那种包括对日本国内还有海外的抽签报名要提前1天，有一个针对这种情况，就在大阪长期生活的人，这种报名先到先得，但是有成绩要求。我这个年龄组是3个小时，最近2年有3小时以内的成绩就能直通，那不出意外的直通了。明年春节之后了，2月底，时间过得太快了。去年的大阪马拉松刚到达这儿，还去给我们
那位台湾的观众，加油！他送的那双夹脚拖就能跑步的那个，我经常穿着去放松跑，特别好。今年我就要参加了，但是大阪马拉松这个坡真的是挑战一把。然后明年的东京没抽中，没中签，意料之中。认识的国内的小伙伴好像只有一位朋友中签了，所以正好东京就是大阪的下一周，也不太可能一起跑。他们跑完了都。差不多这就是到明年春季赛季的安排，之后有什么变化再跟大家聊。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哎，10月5号星期四清晨6点59，训练结束啊，第2个训练日。看这个风，然后有点阴天，特别舒服的气温，都没怎么出汗，你看脸上就一层。现在的气温是20度，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4度了。大阪应该是比东京热一点点的，所以对10天后的半马还是充满期待。因为毕竟它也有一个职业的锦标赛在那一天，所以不会选太差的天气，但愿吧。今天跑了21公里，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21.1，1小时36，平均配速4分34。最大心率164，平均心率146，功率215，步频200。今天对我来说呢，基本算是跑一个相对不那么强度的节奏跑，就是一直在一个速度踏跑，不是那种很刻意的慢跑，也不是很使劲儿。中间碰见了3次石川先生，第一次拍到了，之后我从大阪城往回，那个警察局门口，石川先生也回家，然后呢，他从我后边超过去了，跟我打了个招呼。那个时候我是4分20，我估计是3分54左右。然后他拐过去以后没多远，他就停了。他每天都在那儿停，可能在那附近工作或者生活。然后他停了以后呢，正好我要从那儿拐弯，我还没到家，然后跟他又打了一个招呼。然后石川先生那件就是有点像东京马拉松那个配色的无袖的背心，还是挺漂亮的。今天大家分享未来的比赛。确实在这一年生活的变化挺大的。主要这边的工作要比前2年忙得多，因为毕竟是一个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所以有时候挺累的，导致有时候训练的时候呢，状态的起伏就会比较大。状态起伏有的时候不一定都是因为体力问题，对吧？有时候你遇见点烦心事儿什么的，你都会有起伏。我觉得我克制的还可以，控制的也还可以。这回头慢慢跟大家分享吧。至于比赛呢，全程马拉松应该最近的一场很拼搏的就是明年的大阪了，看看能跑到什么样。如果明年的大阪我也能跑得不错的话，那日本的2个大城市的马拉松，东京的和大阪的都参加过，并且成绩都还可以了。那下一场可以考虑再刷一个其他地方的，对吧？老哥那天说他下一个目标赛事是神户马拉松，应该是下个月。赛道也是很不错的，他打算要跑自己的 PB， 跑进2小时50。他还开玩笑跟我说，跑到2小时51也可以，因为他最好成绩是2小时52。到这个年纪真的是一场比一场难。我也跟他说，我说一定得注意赛前注意调整，不能就是赛前还跑那么多了。他这周末的比赛就是以赛代练。我通过他，我就看到好像这边很多小伙伴都是这样以赛代练，因为这边周末的各种比赛挺多的，有大组织的，有小组织的，都是可以在线报名，然后就去参加，有的现场还给你打印证书，挺有仪式感的。多试一试，多适应一下，好吧？我也期待明年能够参加北京或者参加上海，还或者是无锡，还有我刚开始跑步那几年抽了3年签都没抽上的广州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也没报名，但是可能听小伙伴们说有点热，是吧？
行吧，上海和北京还是很期待的，但愿明年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跑这2场。当然了，得能拿到名额才行，是吧？那年那个4秒啊，当时我想的是怎么着都进了，也没看表。那时候那天挺激动的。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行，那还是这么着，今天训练就到这儿。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我们明儿再见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